欢迎收看第1049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继续做中共认知战人物录这个系列，我们做到第3集。那么今天这个人物更有名气一些，对吧？艾未未。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呢，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对吧？当然有观众给我建议啊，希望我的节目做得更细致一些，要把这个人物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但这样的话篇幅就太长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涉及观念的频道，我还是希望能够直指这个观念本身啊，透过这个人和事。当然我还是简单说两句吧。艾未未的父亲艾青是一位诗人啊，那么曾经呢在中国被打倒啊，打为反革命。但是呢，无论如何，他也是一个红色家庭，这就像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也被打为反革命，但是只要这个政治土壤合适的时候，他就可以摇身一变啊，重新改变自己的这个处境。那其实像艾未未他们这样的家庭也是一样的。那当然，他这次回中国的事件是中共认知战的一部分啊，这个不用任何的质疑。但是呢，我想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共做这一道认知战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知道认知战是非常立体的，它不可能永远是那些在监狱里踩缝纫机的服刑人员，然后把他们发到外网上去讲好中国故事啊，歌颂中共，歌颂中国。然后呢，遇到反对的声音就上去撕咬，这只是认知战的基本盘啊一部分。中共还需要啊有很多的就是更有名气的，像艾未未这样的啊所谓的反共人士啊，最终你又跳转回来支持中共的一些立场啊，这个是中共非常需要的。当然也需要一些可以详细去分析西方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世界它的一些问题，它的一些弊端。当然这些问题和弊端都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包装，经过掩盖掉一些东西不说啊，最终会引导这些受众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你觉得中国不好，但是你看看西方也有很多的问题啊，也很烂。最终在这种迷惑之中，就让人们迷茫了啊，让这些刚翻墙出来的中国人或者海外的一些新成长起来的海外华人迷茫啊，不知道该怎么选啊，最终觉得那就这样吧，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就还是不折腾了不反抗了，不对抗了，没什么意义，就踏实过日子吧就中共就继续统治吧。那我觉得呢，我现在给大家放一张图片啊，就是王志安这2天评论艾未未这个事情发的一条推文。我觉得这条推文基本上就把在艾未未这件事情上中共认知战的目的说得非常透彻你看王志安说，艾未未回国最直接的原因是最近一些年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对西方的失望。他的回归或许是一个象征，意味着灯塔的熄灭。就这最后一句意味着灯塔的熄灭，实际上就是要在整个华语世界做到一种对西方的这种制度的祛魅告诉你们西方这个制度，民主制度其实也有很多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再追求了中国人应该寻求自己的路，不能去学西方。那中国自己的路怎么去探索呢？谁也不知道那就让共产党带着你们继续探索吧也以此呢，给共产党曾经犯下的错误以及现在正在犯下的错误去做一个正当性的合法性的解释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共认知战里面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角度了需要通过这些人去做到。那么本质上来说，中共在这个地方想展现的并不是说你看艾未未身上带着红色的基因，然后我们打断了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红色家庭是挺团结的，这不是他想展现的。他想展现的很简单，就是把艾未未这么一个知名的
反共的一个艺术家当成一个样本，把这个样本呢，现在让你回来，放到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压迫人的制度这和当年艾未未出走中国时候他所极力反抗的那个政权那个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改变。但是呢，艾未未先变了，变成了可以让中国接受他的一种姿态和一种表态。那么等于他把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样本，或者说中共把艾未未变成了一个样本，放到这个还在压迫人的制度里，形成了一种对照对比的一个素材。实际的效果就是王志安的这句话了，他把艾未未个人经历上的一些不愉快、不顺利，给包装成了是对整个西方制度的一个讨伐，是你整个这个制度有问题你不够人性，你不够亲情，你不够文明先进你看中国其实还不错，就像艾未未说的觉得北京更有人情味儿等等等等。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告诉你，把你心中的那个灯塔那个幻灭掉熄灭了，不要再想了这就是目的。所以当然了，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把这一层道理给大家说清楚，并不是为了对艾未未这个个人做什么样的一个声讨，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原因我们也不知道那当然有可能有人在想是被中共收买什么的，就是很多人对于海外这些意见人士有一个想象，就是你既然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那你就会永远的跟中共切断联系，但其实不是，很多人和中共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永远保持联系中共也想统战他们，他们也在试图去有的人是为了留后路，有的人是为了寻求机会各有各的目的。那么我相信在这个艾未未所谓流亡海外的这10年的时间里，这个联系是没有中断过的双方互相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可能在最近达成了某种共识促成了大家看到的艾未未回国这个事件。当然也有人在猜测说，这是不是艾未未下的一盘棋，最终又把这一切包装成了一个新的观念艺术品去震惊世界。我们不知道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们会在那个点上再去做一个分析。但是就目前这个点上来说就我们现在可看到的现实来分析的话，艾未未这个行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或者符合了中共认知战想要做的事情，达到了这个目的。那当然了，在昨天我跟威力的对话节目里面，我们也聊到了艾未未这个事情，也通过各自的角度去猜想了一下和试图理解一下他为什么这么选择。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放给大家再听一下所以呢听完我们俩之间这一段对话之后我会再给今天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所以就聊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艾未未，这不这2天我也给大家放这个新闻就是艾未未时隔10年突然回中国了。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我觉得他突然能够回中国，哪怕说他跟这个中共当局有某种妥协这个从人之常情上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回去看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是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只是回国看望老母亲，然后呢，他在外面的对于中共批评的这些言论甚至说他有一些艺术作品，我现在选择不做了，或者这个话我不说了，可能都没有这么刺激大家。所刺激的是在于他去了之后，他把中国跟德国去做比较，对吧？把北京跟柏林去做比较，然后说出了一些完全和他之前的这个观念认知不一样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看他之前的观念认知这是他曾经接受这个 BBC 采访的时候，我把这个调去了，大家可以看到但他说的3句话，他说：所以质疑权威，捍卫人的基本尊严，早已刻进我的血液里，对吧？这是他之前接受 BBC 采访时候说的话，意思就是这是他的完全的他的底层的价值观，是他的做一切的行为艺术，甚至他做人的根基就在这里
对于这个权威的质疑，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回国一趟出来再说出来的话，就不再是质疑权威了，而是完全符合就是中共的有一个角度的认知战是这么做的，就是你可以批评中共，但是你一定要说这个世界都是很烂的，天下乌鸦是一般黑的。所以艾薇现在做的这个就是这个角度，就是说你看中国是一个这个集权的一个，但是世界上都是这样，你看美帝国主义也是这样，欧洲也很烂，德国也很烂，我也很不舒服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让人觉得他的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是底层的逻辑改写了嘛，对吧？当然了，这还有一张照片，我们也给放一下，反正都准备了。这个他的裸照我就不放了啊，这个是他当年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放的这个胸口写了一个这个 fuck， 对，这都是当年他做的啊。但是他现在等于到晚年可能把这一切都颠覆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他的这个转变？你作为一个反共的新人吧，对这么一个反共的老人啊，他的这个转变你是怎么认知的？这个我真的是非常难以评价，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我觉得想评价就是，绑架，就是情感绑架和道德绑架。其实我觉得在艾薇薇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看到所有的评论，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所有评论，基本上都是要么是表示这个人是对他进行反对，要么是表示同情。在人的理性当中有一种叫结构性理性，就是他很理性了，他并不是去违背了自己的这个过去的理念，可能他就是出于一种谎言，想要保护好自己现在的处境，因为在现在的压力之下，在实际社会的处境之下，他没得选。因为你想，他今天能反转成这样，明天其实他还能翻回来。这个人可以左右跳，左右跳，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也无关于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是我们其他人能够如何看到。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哦，他说的是谎言。我们一下就能看到他说的是谎言，而我甚至不知道他把谎言说的如此明显，是不是他的一部分？因为他说的是，我觉得听起来是相对比较离谱的。他在德国10年，那么他当初选择来德国，包括选择来之前，08年去做社会问责，去做汶川大地震的豆腐渣工程调查，他做了一系列的真正去关乎社会的事情，真正去反抗集权体制的事情，我能看到是他反抗精神很强烈。而在德国，我甚至德国他不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德国，算了，我不猜测了，我无法猜测。他现在所表露出来的，一看让人一眼假，能够看出，哦，这人一定是被绑架了，被情感、被家人或者怎么样，被党给绑架了。我不想去说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就是良心、良知遭到了湮灭，他跟魔鬼共舞。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子去评价。对，如果是这么一个表达，我觉得是有点那什么，因为你看，太简单了，他长期的可能会被当成了一个叫什么公共敢去公开批评中共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嘛，对吧？这是一个他其实已经被符号化了，艾薇薇，就是即便他的有一些政治立场的认知让大家有一些偏差，但是至少在反共或者反集权的这个象征性上是没有之前没有被颠覆的。所以这么一个象征的角色，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变，是吧？你这个表述一定要永远犀利，你不能模糊，你不能变，你不能累，你不能够软，就是你一直要这样。但是你稍微有一点，因为人会老的嘛，对吧？他岁数也很大了，人会老，有这个什么老母亲这种情感呀，然后有这个孩子想回故土的这种家庭的这些需要，什么都会有。然后，我觉得从这角度是能理解的。你也想说这个是吧？我想说的是，他虽然这样，那么回归到我的选择上，我也是想着，我有没有一天
被这个他的某些手段是不是绑架了，或者是勾引了、诱惑了，或者是收买啊，我有没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首先这个事情碰不上我，因为我觉得很大程度，当然我今天说的，你可能很多人会说啊，你说的是不是太早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烈度呢，可能会相对保持烈度的同时，保持更长的持续性，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个体，因为艾未未是一个 icon，它有很大的个体性，它是个艺术家，但我可能会做很多组织，我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对抗型组织，我真的会把落实到行动当中。我这种行动，我想跟我个体的表态根本没有关系。我所有组织和策划的所有行动都是直接去对抗它的，我会用行动对抗。所以我即使说某一天说哦这个人，我这个人怎么样倒戈了，个人立场，我想根本没有人会崇拜我，或者没有人会把我当成一个符号，或者没有人说哦我会跟随你的不可能。我觉得第一个要断的就是，如果我形成了更多的自己的认同者，我觉得第一个应该说的就是，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不应该对我产生任何的，就是超越认可之外的，超越欣赏之外的。所以艾未未很显然受到了很多一个时代的人的崇拜，但是我们大家也应该去反思这个崇拜，是不是我们要跟随他呢？那我们从跟随毛泽东到跟随艾未未，这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认为真正要破除的，真正是对权威的这种崇拜，然后对这个 icon 的依赖，对符号化的依赖，然后对某个极强影响力个体的依赖，而回归到我自己，我只做自己就行了。我想我是这样一种角色，我想我是一种行动的推动者，所以我想我的个人观点并没有那么大。因为我觉得艾未未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观察，我是觉得他从过去在国内去做这些观念艺术，因为他做的实际上是观念艺术嘛，就是这个艺术品本身或者这个艺术行为本身跟审美无关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理解艺术是要跟美去挂钩，但他们这种观念艺术不是，我要表达的是我的观念，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所以就很多时候是有一点要有这种作秀这种外在的表达呀，但是呢，就自从他去反抗中共，那么从他跳出到海外到欧洲之后，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进入到了另一个这种语序里或者语境里，就等于被另一个语境所捆绑了，就是他成了一种艺术的自媒体人然后成了某种什么觉醒文化什么，就掉入了另一个语境里，等于他就代表了那个在做他的这个观念艺术。就是这种横跳的感觉。但是你刚才说那点特别好，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比如当时他去拍裸照，也有很多人拍这个裸照去支持他嘛。但其实这些人对于他的支持，你肯定不能是我是纯粹是 follow 艾未未这个人，对吧？因为你肯定投射了一些东西在上面。那现在他突然变了，你会觉得你过去的那个投射错了吗？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但是你刚才讲的有一点我觉得有意思，就是因为你说你是一个行动派，你等于我不是说我为了标榜我自己表现我自己，你也不希望有人去崇拜你或者 follow 你，那你可能更在意的是你能策划出什么样的行动，这个行动能影响到多少人，或者它实际能产生的一个效果。那可能这个行动开始能够去被复制去自行运转的时候，那你这个无论是创始人的身份还是什么样的身份，我觉得你可能并不在意，就是你在里边有多大的一个权重或者比例。这样的话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所谓去中心化嘛，就不是说一个对你个人的崇拜，只有你在这个行动才在，你不在了，或者说你突然投共了打个引号你被中共突然收买了，然后你们这个行动就完全失败了。这个去中心化肯定要做。第二点就是更重要的点，就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因为你能形成很多的连结，可能这个也能对抗一种孤独感。我觉得像艾未未，就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就很多人出来几十年了嘛，他是10年，你像八九民运那些人都好几十年了，他们就是有一种，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我接触过一些他们这样的人，就感觉强烈的一种孤独感，没有什么认可，然后再到一个新的社会也融入不进去，
都没有这种认同感，然后做的这个反共的事儿又迟迟的都没有看到一些实际的效果嘛，因为这正好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几十年，所以就特别孤独。孤独之后就会影响你刚才说的一个价值排序的问题。就原本可能刚出来，我认为追求自由民主、追求正义这些普世价值，在我这儿排得特别高，道德排得特别高。但是长年累月的这种消耗，情感上的各种方面的、身体上的消耗、孤独，最后它的这个价值排序可能就错乱了。那我最后就做一个晚年的计划吧，反正我活不了多少年了，我是不是把亲情、把故土的这种情绪我放得高一点？之前讲的这些大道理往下放一放，可能就发生这种变化。我是这么看艾薇薇这个事儿。没错，我觉得您刚刚说到一点，就是说当时艾薇薇发起拍裸照的活动，大家都拍了，那大家很多拍了之后，他是真的只支持艾薇薇这个人吗？还是他本身这个行为就是已经让自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去支持自己所坚信的那个理念？而我想说的是，这个理念它并不是由个体捆绑住的，跟这个人是永远捆绑住，它是随着代际推动往后不断的有延续的。就像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了解到8964，我根本不知道2020年的王丹在美国是什么样，扮演什么样一种社会角色。我只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我了解到1989年6月4号那个时候的王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已经进入那个纪录片里面。我只要记得那个时刻的形象，他就已经把那时刻的精神，那个时刻的斗志，已经重新转移到我这个人个体身上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这个使命的传承，已经过来了。所以，对，我是这么理解、这么看待这件事情。OK， 所以我觉得威利说的很好啊，就是当年很多人啊还拍裸照啊，一起去支持艾薇薇什么的。那只是在当年对那一个艾薇薇她的那个立场的一个支持，那大家也都投射了自己的一些情绪和价值观在艾薇薇这个人身上，那没有任何的硬性要求说一个人是不可以变的，对吧？那么艾薇薇变成现在这样，我们刚才也都分析了一些原因啊。我觉得呢，像威利说的，我们不能把这个一个人啊捆绑到一个神坛上去供大家所崇拜去 follow， 这个是不对的啊。我呢想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这个是我前些年去丹麦旅行的时候，在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发现了这个艾薇薇的一本这个算是诗集嘛，一个小册子啊，给大家看看，长这个样子啊，就是魏魏主义啊，给它起名的这个。然后这个小册子的背面，你看写的是 Everything is art 啊，所有的东西一切都是艺术。然后第二句话 Everything is politics， 一切都是政治。那么打开这个小册子呢，有它的这个照片啊。接着我们看，其中有2页呢，我特地拍了照啊，这2页，第70页。它里面写呢说，你看第2段啊，说 The internet is uncontrollable， 就是互联网是不可控的啊。那么如果互联网是不可控的，那么 freedom will win， 他说自由最终会取胜啊，就这么简单。但是其实这个话呢，放到现今来看是有问题的，对吧？互联网不是不可控的，我们看到现在互联网被很多东西控制啊，哪怕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里面，它也会被算法、被这个流量本身所影响、所控制。所以自由这个互联网并不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他的第3段话，你看，所以他说 The internet i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happened to China， 就是这是可以发生在中国身上最好的事情，互联网。但是现在看呢，如果在中共治下的中国的互联网，墙内的互联网是高度可控的，那么这个事情最终对中国人而言是最好的事情吗？你在一个信息茧房里，你不停地被中共所洗脑，你不停地被中共的认知战所影响，即便你可以用 VPN 翻墙出来，即便你是无论是移民2代3代啊，你已经永远定居在海外的这些海外华人，但是你只要还使用中文，你只要还在各个平台的这个华语世界上每天去游荡，那么你就
或多或少你都会受到中共认知战的影响。啊，这个影响是有的时候是润物细无声的，你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你天天去听的这个油管 UP 主或者在推特上的一个大 V 啊，你天天去看他写的东西，你觉得三观特别的正，但你不知道，就像艾薇薇这样啊，很多人追随了他10年，觉得他是一个反攻的标杆型的政治艺术家，结果现在这一出让很多人就这个滤镜就破碎掉了。所以我觉得人呢，你要不停的去在观念和认知层面上去看破这些表象的人和事，去理解它啊，这也是我们这个频道的这个初衷啊，就想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当你理解了中共认知战是怎么做的之后，你再遇到这些人，你就会有一个警惕，你就更能调动你自己的独立思考，哪怕你再喜欢这个 UP 主，你再认同他，你也要保持你的一个独立思考。这也是我经常跟我观众说的，因为我不完全是对的，你们有你们的看法，一定要有你们自己的看法。好，最后这一页啊，我们看艾薇薇又关于这个Internet 说了一些话。那我们看他最后一句话说，他说 I would not even be 艾薇薇 today， 就是说意思他就是说没有互联网的话，他就不是今天的这个艾薇薇，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在什么地方啊做他自己艺术品的一个艺术家而已。所以他也明白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是他到了西方之后所投入到的这个语境里，包括他身上的这些反共标签等等夹杂在一起，形成了现今的这个他而已。他是被制作出来的，所以也不要太苛责他了吧，对吧？一个老人家他有他自己的一些亲情啊等等方面的考虑，但是呢，我们知道，分析完他的个人动机，从一个人的个人动机啊，当然可以推导出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行动，对吧？这是可以建立等号的。他有这个动机，所以他有这个行动，但是并不能因此我们就把他这个动机啊，成了他现在对公众影响的一个免责的一个条款，这是不能划等号的啊。他做了对公众的这种，比如说坏的影响啊，这个责任要归在他头上啊。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所以他做错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对吧？好啊，还是这句话啊，不对他做更多的苛责。今天这期节目就是为了在这个角度，把中共认知战现在要做什么给大家说清楚，因为不止艾薇薇啊，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常年反共的人，现在好像突然反水了，突然配合中共认知战，这是中共非常希望去完成的一块版图。当然了，下一集我们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给大家讲啊，这个就在这一个企图里面啊，中共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啊，就不只是利用像艾薇薇这样的人了。好，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讲。感谢收看、订阅、分享。